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陆女士在外面忙碌，回家后，中午12点过，拿出丈夫头天买的一条大苦瓜，炒了盘辣椒炒苦瓜，并将家里头的剩饭热了一下，简单吃了个午饭。当时大概吃了半盘苦瓜吧，那天也没吃别的什么食物。陆女士说，饭后不久，陆女士觉得有点不舒服，一会便出现反胃、心慌、头晕等症状，随即上厕所解了一次大便，卧床休息片刻后发生呕吐。多次呕吐之后，陆女士感到全身乏力，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为凉到胃了造成的。陆女士说，母亲吃苦瓜后倒下了。中午1点左右，陆女士79岁的母亲朱娘娘也跨进家门，看到桌上有女儿吃剩的盘苦瓜，毫不知情的她立马拿起筷子吃了起来，准备先垫垫肚皮再去弄饭。随后朱娘娘走进厨房去做了饭，饭做好了，她去关火，此时她眼前突然一黑，便倒了下去，手中端的刚煮好的饭洒落在地，也洒了不少在她身上。她颤巍巍地走到客厅，嘴里哎呦哎呦地不停叫唤。闻听动静的陆女士看到母亲的症状后，随后给和丈夫和儿子打了电话。期间朱娘娘也出现了和女儿类似的症状。陆女士强忍身体的不适照顾母亲，搀扶她到床上休息。中午2点过后，丈夫李先生和儿子赶回家中，发现朱娘娘已经昏迷不醒，呼喊不应，口中肩上都是呕吐物，家人吓坏了，赶紧拨打了120，将两母女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抢救。两母女双双入院紧急抢救。在送医和到达当时医院时，陆女士曾出现短时间的全身麻木，除了意识清醒，嘴能说话，全身上下完全无法动弹，而朱娘娘则一直处在昏迷中。在当地医院急诊科，医生根据他们的临床表现，初步考虑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建议转至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高压氧治疗。随后陆女士和母亲经120救护车转送至急诊医学部。昏迷的朱娘娘被送入急诊重症监护室，陆女士入住普通病房，但后来血液检查结果出来，发现母女俩高铁血红蛋白升高，碳氧血红蛋白正常，排除一氧化碳中毒的可能。根据患者临床症状辅助检查结果，考虑为家庭性亚硝酸盐中毒。据江阳区疾控中心对陆女士和母亲的呕吐物标本、使用过的剩余食物以及相关的调料品进行采样检测，从厨房使用的食盐中检测出超标的硝酸盐，医务人员随即对他们进行针对性治疗。由于妈妈年纪大，病情严重，曾一度面临病危，我真怕她永远醒不过来。陆女士说，当时自己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担心着母亲的安危。好在经过的有效急救处理后，朱娘娘血中的高铁血红蛋白快速下降，于当日半夜苏醒过来，两人呕吐、头晕等症状均快速消失，转危为安。目前母女俩已经康复出院。让陆女士母女俩双双中标的亚硝酸盐究竟是一种什么物质？我们来认识一下它。亚硝酸盐是一种含有亚硝酸根阴离子的盐。亚硝酸盐在我们生活中有着广泛的用途。很早以前，古人就将它们用来保存食物，以保持食物不变质。据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介绍，亚硝酸盐外观及滋味都与食盐相似，在工业、建筑业中广为使用，最常见的便是工业中的亚硝酸盐。肉类食品中也允许作为发射剂限量使用。当人类使用亚硝酸盐超过一定的量后，便会发生中毒反应。主任说，曾经有个家长觉得奶粉上火，用蔬菜水冲奶，导致婴儿亚硝酸盐中毒。亚硝酸盐的毒性主要在于它能够把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引起缺氧，
一般使用 0.2 克到 0.5 克，可引起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甚至出现晕厥。使用3克以上可导致呼吸衰竭死亡。这些食物含有大量亚硝酸盐。那么哪些食物中可能含有大量甚至超标的亚硝酸盐呢？一、煮熟后颜色很鲜艳的肉类，如鸡鸭鱼肉等，常见的颜色是白色或灰白色，使用酱油后颜色变深。但如果煮熟以后的肉类颜色仍然是鲜红的，便有可能是亚硝酸盐超标。二、腌制时间较短的泡菜，在泡菜的腌制过程中，亚硝酸盐的含量有一个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过程。对于普通泡菜来说，开始腌制的时候，亚硝酸盐含量会不断上升。一般来说，泡菜中亚硝酸盐最多的时候出现开始腌制以后的2-3天到5天之内。这是因为蔬菜中含有的亚硝酸盐被细菌中的硝酸还原酶转化成亚硝酸盐。在亚硝酸盐峰值期间，含量可以达到100克以上，甚至更高。等到15天之后，亚硝酸盐的含量会逐渐下降。腌制时间较短的泡菜，亚硝酸盐往往是超标的，不宜大量食用。建议如果不慎买到假盐，用它来腌制泡菜，也会导致亚硝酸盐的超标。3、久存的茶叶。久存的茶叶，尤其是绿茶，由于细菌会产生氧化还原剂反应，可能导致亚硝酸盐的超标。4、久放的剩菜剩饭、隔夜凉拌菜等，放久了的剩菜剩饭中，细菌会增多，相应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增加，特别是凉拌菜，不建议隔夜吃。5、其他反复煮沸的火锅汤底，可能会出现亚硝酸盐超标。另外像香椿、菠菜等蔬菜本身含有一定的亚硝酸盐，但在煮熟加热之后，亚硝酸盐含量会有一定的减少。如何防治亚硝酸盐中毒？如果怀疑自己或身边的人有亚硝酸盐中毒，可及时进行催促，中毒6到8小时内可洗胃，并使用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降低血中的高铁血红蛋白。在紧急的处理之后，请尽快拨打120或将患者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抢救治疗。为了尽量减少甚至避免发生亚硝酸盐中毒，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尽量减少摄入亚硝酸盐，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在吃泡菜前可用清水冲一冲，减少亚硝酸盐的含量。吃剩菜剩饭的危害： 1. 会造成食物中毒。剩菜剩饭在冰箱中存放，会被细菌感染。如果从冰箱中取出来，未充分加热后就直接食用，则可能食物中毒，轻则恶心、呕吐、腹泻，会造成营养不良。剩菜剩饭中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等水溶性维生素所剩无几，营养成分几乎消失。如果经常使用剩菜剩饭，会导致营养不良、体质下降。3. 增加癌变的可能。剩菜剩饭中含有较多的亚硝酸盐，并且其含量会随存放日期逐渐增加。亚硝酸盐为强致癌物，经常使用剩菜剩饭得癌症的几率增大。4. 降低人们的食欲。经过一段时间放置的剩饭菜，色香味都会发生变化，尤其几种剩菜混合加热之后，其味道大打折扣，使人食欲下降，失掉饮食的乐趣。为了身体健康，昨天的剩菜还是尽量倒掉。节约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吃多少做多少。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视频看到这里了，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我是多多，我们下个视频见啦。